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这一期节目有点特别，上个月我们非常荣幸的请作家哈金老师来纽约现场做客不明白播客，但也是因为他的特别，我们现场的经验不足，刚开始10来分钟的录音出了点问题，因此我在简介之后会总结一下哈金老师对第一和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这次对话分上下2场，上半场主要谈哈金的新作《从莫斯科回来的女人》，以及这本书中展现的中共对女性的态度及其中展示的中共历史上很多最黑暗的时刻。下半场我们主要谈了文学、自由和身份，会在下周播出。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哈金老师。哈金原名金雪飞，1956年出生于辽宁一个军人家庭，1984年前往美国留学。1989年读博士的时候，北京发生了天安门6次事件，他从此留在了美国，从事英文写作和教学。哈金的小说《等待》Waiting、好兵 Ocean of Words、战废品 War Trash 等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大奖。最近哈金出版了一部长篇历史小说《The Woman Back from Moscow》，从莫斯科回来的女人，从话剧和电影导演孙维世的角度，写了一个和中共高层有着各种羁绊的女艺术家的一生。下面是对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的总结。我问哈金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写一位女性？他回复的大意是，他一直想写一位现当代中国女性，而且曾经有3个选择：林昭、张志新和孙维世。他说，林昭和张志新无疑是最优秀的人，想法也非常有远见，但他觉得，下面是他的原话，他们虽然都反对毛泽东，但是他们也是毛泽东这个太阳系当中的行星，出不来。他说孙维世不一样，他并不热衷于政治，有艺术追求，而艺术和政治这个主题很重要，在中国强烈的政治气氛中，探讨作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怎么生存这个主题是永恒的，也是普世的。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选择写孙维世而不是江青或者林彪的夫人叶群？哈金回答的大意是，叶群没什么可写的，他是个乏味的人，而江青已经被太多人写过了。下面是对话现场的录音，谢谢大家。下面我们来谈一下这部历史小说的主人公孙维世，也就是小说里叫做孙有梅的女性。我念一下维基百科关于孙维世的介绍。孙维世1920年11月30日至1968年10月14日，小名孙光英，女，四川南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话剧及电影导演，孙秉文之女，受周恩来与邓颖超照顾，因私生活争议结怨多人，导致其在文革中受害。1968年10月14日在狱中被迫害致死，终年48岁。我想很多中国人如果知道孙维世的话，也是因为其中的这一句，因私生活争议结怨多人，导致其在文革中受害。他和叶群、江青关系不好，被迫害致死。这个维基百科条目里说的孙维世似乎是和好几位男性发生婚外情，和林彪的副手孙亚楼。您这本小说里的孙维世非常不一样，他似乎很纯洁，不恋慕权力，讨厌政治，执着于艺术。您非常多次用了 vivacious 活泼这个词形容他。他在您小说里的形象是不是有点过于的理想化？您这样处理是基于史实还是写作的需要？这个问题是说有史料，比方说那个他朋友林立，在那个回忆往事所记那种写的，他确实写的一个非常火的人。林立也说，当时一见面就对他有点一见钟情的感觉，就是说他那么活泼，像男孩子一样。其实他们俩的关系，在俄国的时候，他们在苏联的时候，他们一块儿生活了7年。对。但以后因为跟金山这个结婚了，他这个孙维世跟金山结婚了，但是没跟林立商量。林立一直不高兴，从那以后两人关系不是那么好。就说我觉得林立是会比较客观的，所以他而且以后各种各样的回忆录，特别是他
去世之后，中央话剧院有一个选集叫唯有赤子心，就是他同事回忆他，那个整个读起来就觉得完全是一致，还是两个人，没有多大变化。至于说他是生活混乱，那个实际上那是人传，就是以讹传讹，实际上，他实际上就是有几个男人比较重要，在他生活当中，像林彪、刘亚楼，但是他们拼命追随孙是看不起他的。其实林彪到那个程度，就是说，林彪从苏联回延安的时候，说我放心，我马上就跟张梅他妻子马上跟他离婚，离婚了以后，我一定的我等你。但是他根本就孙是没把他当回事，他认为这个他会不感兴趣这种事情。但是林彪当时确实是一本正经的，而且说他孙是给他一个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借口，说是我跟林丽我们是像亲兄姐妹一样，我们一块儿出生这年，而且一块儿学习的，这是党的任务。我不能现在回去算什么？说这样我把林丽也带回去。林彪的确实当时确实是一本正经，而且是非常严肃，要把林丽也带回去。他说我跟毛主席说，解释我要安心工作，为党工作，所以你们俩一块儿带回去。当时林丽特别恼火，就是因为商量也没啥，就说是要把他也带回去。这个事情说根本不想说他们有什么特亲密的关系，不是很亲密的。因为林彪回去1年半以后，突然间给孙文世来封信，说我已经结婚了，还生了孩子，还有个孩子，就说是他觉得非常突兀，而且他就觉得我根本也没叫你等我，我也没等你，但是林主说你确实说你一定要等我，突然间就来这么封信，说林丽都知道整个前后，这都是根据林丽的，对林丽他都是写得清楚楚的，所以林丽一直觉得林彪实际上在迫害孙文世，就是被拒绝了以后，最后在追悼会上，林丽还发表我说什么真正迫害的人为什么还是根本就在后面没有人批判他们？实际上他觉得是林彪在后面做的，但实际上主要是江青和叶群两个人，因为叶群他处那个位置特别害怕，因为林彪确实就想跟他离婚，特别是他听说孙文世从莫斯科要回到哈尔滨，那整个就有点乱套了。因为林彪就觉得这个实际上我跟他结婚，我现在这个婚姻是错误的，就说真正孙文世如果对权力感兴趣的，那时候很容易，林彪就可以跟叶群离婚娶她，但是他不是那种人，孙文世是躲不开那些事情。但另一方面确实他有个问题，就是孙文世那个人是说一不二的人。你看他看好了金山，他不管，他就给你插一杠，就把那个张瑞芳就给你撬过来，那确实有川妹子的那种倔劲儿，或者泼辣劲儿，对，泼辣劲儿，确实是这个。因为您前面就是讲有好多男人都对他感兴趣，是吧？有非常有权力的男人，他呢就比如说林彪，这个林丽就是那个里面的李李说，林彪长得又帅又那么有权力，是中共最优秀的这个军事指挥家，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愿意和他？他说我和张梅是好朋友，而且我不愿意做一个破坏家庭的人。然后到了另外的可能刘亚楼了或者什么的，就后面的他又还是说我不愿意做一个破坏家庭的人。然后突然他碰到了金山了，这个原则就一下子这个转折很快。实际上我这没解释，其实也没必要解释。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张瑞芳和金山他们可能并不是关系特别好，但是有近距离的接触，可能孙文世他意识到，其实张瑞芳可能不爱那个，因为金山当时追他的要死要活的，要不就与自杀相比，出于尊重多多少少是这个原因，跟他结婚了。以后孙文世早上去谈，找那个张瑞芳去谈，说是金山到底什么人，他说我也不清楚，我就觉得很累跟他在一块儿。就说明他们那个婚姻不是很好，已经出现了裂痕。说这个情况不是那么简单，网上传的什么样人都有，说他就是个破鞋，怎么的。其实那个人是挺保守的。那我们再念几段您写的孙文世10几岁时在延安亲眼目睹中共高层男女关系强烈的不平等。比如您借这个孙文世的口说，许多革命者似乎在收到命令离开一个地方时，就会毫不犹豫地抛下配偶。如果这就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为什么一开始要结婚呢？这是不负责任的。还有一句话，
是说在长征途中，一头驴或骡子都比丈夫更可靠。您还写了这个延安时期中共高层性关系的混乱。您说有媒就是孙维世知道布尔什维克向中共介绍了随便的性关系的观念和实践，因此共产党员之间的婚姻根本不稳定。在延安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关于性的委婉语一杯水，虽然我也有一点点知道，但是我看了这个我都觉得很震惊。我不知道您在写这本小说之前对延安时期这个中共高层的这种男女关系就是了解的多吗？您有没有就是震惊的这种感觉？一杯水主义这个是很流行的，在当时一杯水主义，对，是个瑞典的一个女权主义者发明的，而且他以后到苏联去了，成为国际苏维埃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成员。对，亚历山德拉科伦泰是吧？对对，认为性解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所以说在这方面他们就说是以一个口号说是男女平等，妇女也应该各方面的自由。但这个问题就说实际上他们在这方面是利用有些，特别说是长征的时候，一个骡子马，一个马比一个丈夫更有用更可靠，那是刘钦先说的。刘钦先是博古的那个夫人，她因为这个而闻名，我估计可能对他们的婚姻也起了副作用，因为当时很俏皮一句话，当时很流行。这确实是，特别是这些领导的家属什么，受不了，从精神上、体力上都很难继续下去。有的就直接就扔了，就留下了，对，流入民间了就。对，他们这些人每个人都有好多个老婆。对，这个很正常的事，但是当时对，就是简直就是你看毛泽东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是不是？是。他把贺子珍就扔到了苏联，然后就不管了。是。就是您这个书里面还有一个事情，其实我是真的不知道，您就是写毛泽东强奸孙维世，就是这件事有多大的可能性，或者说您也许可以再进一步说，您的小说有多少是基于史实，多少是基于想象？这个有一件事情，就说是他们在回来的路上，就是从莫斯科回来，对，50年2月初回来的路上，孙维世他每天晚上去教毛泽东俄语的一些基本的对话。有一天晚上是有个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大伙都没说，都不知道，因为这档案也没有，都销毁了。但是也有各种猜测。你比方说，以前在纽约住的这个司马禄，我见过他。对他写的那个《中共党史见证》，以后就说的就是毛泽东强暴了孙维世，说的很明白。我相信他说是有根据的，而且你也从这种连贯的看来，就是江青，特别从孙维世从苏联回来以后。就是千方百计的给他使坏，两个人总是格格不入，觉得是一定是有 something terrible happened， 一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说，就我选择是相信坏的事情发生了，但就说是究竟怎么回事？因为我也做了准备。你像在他们之前有个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孙维世是做翻译嘛，那个斯大林就表扬了这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而且俄语说的这么好，对，说毛泽东多少有点虚荣，因为他的翻译师哲已经跟他10年了，他觉得这个应该换了，而且是孙维世受到苏联的人这么欣赏，对他有利，说他就想换这个班子。但我没说这么清楚，但是整个戏剧当中表现是这种心理，说多多少少我也做了准备，所以说我相信，这个事情是发生了。那您能不能就是说的大的说，您的一个700多页的书，因为您要写很多的人物的内心，还有很多的具体的对话，怎么把史实和这个文学的叙事这些怎么就说有没有一个比例？也不能说比例，但是有时候很多的在技术上的问题，你只能用小说的技巧来处理。你比如说，大伙都知道孙维世他最后被害死的时候，有一根钉子钉在他脑袋里头。当时就是大伙都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能下这种手呢？但是我在慢慢我自己给一个解释，就是说他在苏联的时候，在那个戏剧学院的时候，他演过那个契诃夫的3姐妹，这个有记载的，就一句话，他演了3姐妹，究竟在里头演什么这都没有。但是我认真读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应该演那个中间那个玛莎，中间那个第2个老二。对，因为玛莎当时他有一句话，他们那个兄弟是个醉汉，就把房子给卖了，这房子属于他们3个姐妹和他的4个人的，但这个醉汉就不告诉他的姐妹，就自己就卖了。说玛莎受不了，说这是个钉子钉得我脑袋拔不出来。这是俄语当中常用的一个习语。这个问题就说这个习语孙维世，我觉得他一定是他也用这个。其实在小说当中说最后忘了这个细节，实际上最后一直就通到最后死，
就是他在他审问他迫害的人面前，他也一定用过这样俄国的习俗语言，但这只能是小说的技巧。你要写这个非虚构类，没法写进去，谁也不知道。但这个是只能用小说这个技巧来写，写到最后你就知道，整个他就是实际上受契诃夫的影响，就是契诃夫对他的词也有他的一部分，也不是说责任，就是对他也有贡献吧，在这种情况下。对。还有您这个小说里面也间接的谈到了中共的高层政治，就比如说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孙维世是听说的，是吧？他后来还找不同的人验证，就说在延安时期有一次开会，周恩来给毛泽东下跪，还甚至叫他皇上。是这个是真的吗？这个是司马禄在他那个回忆录当中大篇幅写的，写了这个。但是我倒不是考虑它真假，但是我觉得作为孙维世，他一定会要验证，因为在他心目当中，周恩来那是父亲呢，是吧？他到什么程度他能够接受他？到明前我可以肯定说，他对周恩来是有感情的，而且他真正做到最后，他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能接受他。他确实是那样的人。你像金山那个在朝鲜跟那个上层的一个关系完了以后，那个女的被枪毙了嘛，但是他给送回来了，送回来当周恩来就要枪毙他，因为他这是国际上的一个丑闻，所以那个女方对方都枪毙了，这个人你总得处理吧。当时大伙都劝孙维世要跟他离婚，划清界限，而且这是标准的，在那种情况是标准的做法。但是他也出于真正他还是爱金山的，他保护了他。所以说他那种私人的感情方面跟周恩来那个接受周恩来，他都是一致的。然后就是一些基本的原则上，在这方面他这前后都是始终如一的。就是您这里面可能因为是小说，您可以写出来很多他们这些关系的微妙之处。就比如说，实际上，当然周恩来和孙维世的爸爸是朋友，是吧？是。然后，但是他一见孙维世也是就是很喜欢，可是邓颖超就感到受到了威胁，所以就认他做了养女，是吧？他就不可以再有别的想法了。是。另一方面呢，就比如说他们结婚的时候，周恩来他们因为不喜欢金山，金山是一个名声不太好的，然后又和自己的妻子离婚，和孙维世结婚，然后派了邓颖超来，竟然就是他们送的礼物是一部最新颁布的婚姻法这个是真的挺有意思。还有后来，当然最后大家都可能比较知道的，周恩来签了孙维世的逮捕令，对，还有同时也签了逮捕他弟弟的逮捕令，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是说，您觉得就是这么写了下来，周恩来夫妇对孙维世到底就是说，真的他就是爸爸妈妈这样子的，他是这么叫，他是叫，但是就是感情上我不觉得他们是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不是那么真诚的，但是孙维世我觉得他对周恩来是有感情的。但他们这一开始就被制约住了这个事情，而且孙维世他妈妈也希望有这种就是不能出什么乱子，是吧？有一种界限。就还跟孙维世说，你不要和周恩来单独一个人待。对，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合情合理的这么想这么做，但是孙维世就说最后签字就周恩来，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这都是有实可，他自己也承认了，他给了孙维世的那个妹妹解释，我们把他送监狱去，以为能保护起来，那纯粹骗人的。那个胡扯呀，那会怎么可能啊？死了多少人？是进去就完了就。对，这种也是就是虚伪，是吧？对，还有残忍，是吧？这么一个你看着长大的女孩子，5岁的时候，你和她爸见面的时候，他就帮你们放哨，是这样子的，你就这么把她送到监狱里面，这个也是。他们就是做事没有底线。基本的底线没有，不讲究，就是为了政权，为了生存，什么都能干出来。您能不能说，就是您写这本小说，就是我们记者小说写的东西，都是说我要具体要写什么，有一个什么，除了是写一个女艺术家的一生，具体您的想要大家能看到什么呢？我就想写一本特别优秀的小说，真正是好的，英语叫 landmark book， 就是说类似于有里程碑性的，但是只是野心而已，究竟能不能做到那是另一码事情。但是你要开始的时候，你都想写的好，写的最好。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就不一样了。但一个问题就说是我写着，我突然发现戏剧作为一个小说题材是很有意思的。这实际上很多这个大的篇幅，很多篇幅实际上是描写他怎么拍这个戏，那个戏的每个戏怎么拍的。就这个现在因为有 YouTube 我可以看，而且我也买了很多剧本看，就是琢磨他们当时怎么排的。当时我特别兴奋，我觉得就是没有人这么写过这种东西，这很重要的一块。但是问题就来了，就说我要这样写的话，这书会
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但大就有麻烦，大了以后出版商就不愿意，那个出版的费用太高啊，是吧？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我顾不得那些，我只能想这个材料现在需要这些东西，你不能辜负这故事，你只能把故事写好，别的不能考虑。所以说我认真的当时读了很多的剧本，看了很多剧，就琢磨他们怎么排的这个戏，做法技巧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要让那个叙述人吧，找到他们排练当中各种各样的细节，微妙小的内部的细节，把这些细节给串起来，给人一种感觉，这是叙述人确实是从中间从里面观察介入来说的。你比方说他们排那个汤姆叔叔的小屋那当中，就是其中那个一个演员演汤姆那个，他就是那个微笑，最后离别的微笑怎么练不出来。其中另一个人说，你也不是蒙娜丽莎，你干嘛就这么讲究呢？就讲讲你老婆今天早上给你生个大胖饺子，完那个人就憨憨的一笑，就那个笑当时是抓住说，那个就是你应该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就是这样小的一个又一个，有那么几个一个剧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说这个叙述人确实从内部介入这个排练。这个问题就是好在哪，就是他那个维尤士的心当中，斯威士的大量的演员和同事，他们都写，他们因为介入不同剧嘛，他们都写当时遇到什么情况什么困难。所以说我就认真读，找出那种有意思的细节，把这些细节给连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巧的办法，但你不能正面去写，正面去写那得写多少啊，弄不过来。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敢偷工减料，必须把一个个重要的剧他所介入的给认认真真的给写出来。你看他写那个，还有那个叫小白兔，是吧？小白兔，其实一开始根本想不到那个，但是在写的过程当中看到，这是他生涯当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性的东西，因为那是在新中国就是所谓儿童戏剧的奠基作品嘛。对，但可能从小说家的角度，就说你想写一本 landmark 的小说，但是呢，你写这样的一个人物，做了那么多的 research， 大家都读了您的小说以后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们知道，就是中共历史上有很多黑暗的时刻，是吧？但是您的这本小说，我认为就是提供了它的另一个 dimension， 另一个角度来看它的黑暗。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些您写作的时候会想？也想过，因为我们所以说是中共是党史啊或历史啊，都是宏大的叙述，都是官方的，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能说的，什么是不能接触的。但反过来，其实有另一种历史，散落在民间和个人记忆当中的。所以我在这些小小的个人的回忆录当中，有的时候就是几段话，有时候一篇几页都是个人写的。在这碎片当中，我给他们串起来，我觉得这也是历史。这是问题，就是说，在汉语当中，我想呢，这书要翻译过来，很多华语的读者会觉得这个是，从历史上这也是新的。你虽然是历史，但是以前没见过这样的历史。但在英语当中不一样，大伙不知道，很多人就觉得你这历史你干嘛放在小说里头了？他们就是有种文化的隔膜在这里头。但是英文的历史小说也很多呀。对呀。但是问题就是说是纯粹历史小说，用小说的路子，你应该就是别把太多的历史放到你的小说里头。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但是这个实际上这是所谓的野史，对吧？不是那个真正官方的那个正确的历史。那我就还问您这句话，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就想，哇，你这个出版社真好，就是你这本书说句实话是有几百个中文名字的小说，而且这个角度也是切入的比较小吧，我这么是吧？您会不会担心，或者您出版社有没有跟您说觉得这种小说可能不会有很多人读？您有这种担心吗？写的时候？我没有，但是我总是相信你要写得好，会有人给你出的。而且就说你真正写得好话，实际上是行内的人知道这本书有多大分量。这个知道，而且出版商是他也说了，我不考虑挣钱。我这要出最好的书，不是你说这都真，你担心都是电视的。我跟你说，这像写出来很长，连我的中间人 agent 都不看的，他嫌太长了是吧？这是一个，再是一个是他觉得别的出版社不会感兴趣的，太陌生了，是不是？对，太陌生了。我跟他说的就是这是一个中国的话剧的导演，在苏联受的教育，回来追求他自己的艺术，他们觉得这是啥？这不很好吗？我看着我说这简直就应该被拍成一个 Netflix 剧集，还有异域风光，有这个苏联，然后我特别喜欢他和那个李李他们阿战的时候撤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回来的时候，坐的是雪橇吧，
然后你就写的应该是这个白桦林。我觉得当然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苏联的冬天是怎么样的，这个铃铛在响啊，就挺好看的，又有历史，又有这个人物的，又是这么迷人的一个女的。但问题就是在西方读者真正读书的人也越来越少，对，是吧？这个问题，真正的欣赏就是一段段仔细读下去的人不多，很少。对，这也是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现在读书的人真的少了，连我们做新闻的人我们也知道，对不对？大家的注意力太少了。对于你们写书的人来说，而且还要写长篇，写700多页小说的人，这个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呢？这个问题就说是当时我写是没想到要写这么大，但是我认识这个材料很丰富，我不能偷工减料啊。你比如说做好故事，每个该做的地方一定要做好，不能偷工减料。就变成这个样子。其实上，在英美，在世界文学当中的传统，大的长篇还是有它的地位，经典地位。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说的，什么是美？第一个是有宏度，第二个是有 order， 就是有次序。这两个结合起来，就变成一种雄壮的美。实际上，所以说为什么小说可以写的，应该写，能写的话，尽量写的大一些。大一些，它因为有次序，有宏度。我这个所谓大，不一定是非常篇幅的大。还有各种方面容量、思想、感情啊，就说它有它的一种特殊的美。因为业界和这个真正的作家们，他们知道，就是你写出的东西是认真下了功夫，行家都知道你书到底下没下功夫，写的怎么样，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这个书里面的吧，就是这个小说里面，江青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甚至厌恶的角色。但是他在和毛泽东的关系中，他也是受害者，对吧？您对这一点呢，还是有一点点体现的。可是呢，但基本上来说，对他的描写就是他是一个讨厌的人。我在想，就是说，您觉得如果有人，或者是您，如果自己来从江青的角度来写一本小说，对他呢，他会不会是一个更加正面一点，或者是起码是更多受害者的这样一个角色？有一个叫 Terry Ross， 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其实60年代就写的很好的关于中国的书，他就写了一本《江青传》。我太太读了，他说：“哎，这看着江青，挺令人同情的。”看完以后，而且我的一个老师就朱红，就社会科学院的。我也提到就我太太反应，她说这就是那个 problem 那本书的当中的问题所在，把江青写成是令人同情的人物，就一直有这种做法。我想呢，绵安琪呢写的江青也没把江青写的那么糟糕。对，那作为一个男性，你来写女性，你怎么去琢磨他这样子的心理？你怎么就比如说孙维世要不要结婚，对于男女的关系这些东西，你有没有会担心，就说我会不会搞错了？也许是个女的不这么想呢？不太可，因为我没说过出格的话。因为他说当时那个林丽去见他的时候，他说我要结婚了。他说谁是你的新郎啊？他说是金山。他说你为什么要结婚呢？他说我以为你一直是对婚姻不感兴趣的人，因为他们一块生活了多少年了，7年吧。他说这样的话，结婚了以后你会安心的工作。那是很正常的一种回答，因为他身边男人太多了。是吧？很多人都追他，说他那种情况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至于金山为什么要抓住金山，那是另一个故事了。金山确实是很有魅力的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但是我当时也想的就是说，像孙维世，他都27、8岁了都不结婚，对，是大龄了，在那时候非常大龄，是不是？然后他又有那么多的男性，我觉得这是我看您的书，您这个交代的不是太多。当然，他就是回国了以后，他那是22、23岁回国，是不是？应该是25、6岁，25、6岁，反正就是有几年他都可以不结婚的。我也觉得就很惊讶，他这种人不是应该很快就要结婚，不然的话会有很大的压力。是那个，实际上那个很大压力，但我们不能多说，因为不知道。但很可能很多有的压力，很可能是也可能是从江青那边来的，毛泽东那边来的，是吧？所以说，对他来说，结婚可能是一条把一些事情都给解决了，给自己减少很多压力。是。那写完这本书，回头来看，您觉得中国共产党对女性的态度是什么呢？就100多年来有变化吗？这个是您考虑的问题吗？不是主要的问题，但也考虑过。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共产党，特别女性，特别是最优秀的女性，就是特别智力和体力、精力都超人的这些，都是最好的。进去了以后就受不了，这些人都垮了，最后。对，从精神上、体力上都垮了。借林丽丽的口说了一下。对，他确实能这么说，因为他爸从来不回家的，他妈妈在哪他都不知道。最后，
林丽是那个林伯渠的女儿。林伯渠的女儿，你想林伯渠他自己的妻子在哪块他都不知道，对，他也不关心，他也不关心。这就是为什么像那个孙维世说是你这不负责任。你说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观察的有一点头脑的，再年轻他们也能看出来这门道。对，而且他说就最优秀的女的其实是最先垮的。对，是。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们太投入了，我觉得，太投入了。你像这些，像何子芝，那都是游击队队长，是不是？对呀。而且无论从精神上和感情上，太投入。对对，这个也是我觉得看着挺生气的一个地方，就是中共的这些男的都一个个简直就是烂人啊，就是这么说。大部分都是烂人。像毛这样子的人，江青。他很早和江青分居，江青还跑了去跟孙维世说：“你要不要和毛在一起？”那是我想的，但是这是你想的。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维世他处于一个不同的位置，因为他是跟俄国、跟苏联他有亲密的联系，在共产党中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巨大的资产资源。你像那个施哲，他实际没有什么位置，没什么那官位，但是谁都对他很敬畏，因为中国去莫斯科的消息和莫斯科到中国来就都用通过他，就多多少少孙维世有那点角色。所以说江青也是千方百计想把他给拉到身边，但他不愿意。对，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江青他这个人说话不一定是真的，对，他只是试验他而已。这为什么就是那个孙维世的小姨说幸亏你没把他当真的，这个很可能就是试验而已。就是我看这个书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会越看就问题就越多，当然也看了很愤怒这种的。可是您就尤其是他们在苏联时期，他和那个林丽在苏联时期的那个，就是看您的写得非常非常细致，就是好像是他的这种纯真年代太美好了，您都不愿意这一段结束。我不知道您当时是这么想的，还是说您就觉得他就需要这么多的篇幅？其实那个东西实际上也是对于一个小说家的能力的一个考验。这是一段很丰富的一段他的生活，都是青春期，两个人友谊非常坚固的友谊，非常亲密的友谊。但怎么把这段写好，这个需要大量的精力，而且集中精力来写。其实那看你是作为一个作家的能力，你要是一下子就写过去，其实往往在行内人看就是你没有能力继续写好。没有仔细写，这样我一个重要的原因，写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一定要有 patience。就福楼拜一个经典话就说，真正天才就是个长久的耐性，你要耐心，得做下去，做好。其实那是表现出一个作家的能力。那就是说，您这写小说实际上和我们看小说的人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对您来说，这个小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 craft， 是吧？您要这个 craft 就是手艺。它是一门手艺，你要把这个手艺要做好，对，是吧？就是这里面具体有什么样子的 message， 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了，什么这种的，读者就是读者赋予的，您是不在乎的，是不是？是，因为你总是希望这个故事、这个小说是 open， 就让读者可以拿到不同东西。你不能说我就武断地说是这样，当然让读者说不是这样，不应该这样，那就不好办了。对，您就是要把这个故事讲好，然后又讲的，所以就有那么多细节的描写，那么多的对话，那么多的心理活动。就是说只能作为小说这种形式来处理。你要是非虚构类，你就不能用这些技巧了。你们谁有问题？我想问一下，您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揣摩女性的心思和女性之间的友谊？其实这个是因为有个原始的材料在那，就是林丽写的那个往事所记，他写的很仔细，就是吃的什么饭呢，当时怎么回事，生病啊，环境啊，写的很仔细。所以说有些地方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但是出格的事情这个我不敢说。比方说他写什么廖雅楼啊，追那个孙维世啊，孙维世怎么反应的啊，这都有他写的清清楚楚的。孙维世对他们不感兴趣。还有林彪也是，林彪喜欢听孙维世唱歌，因为林彪他太太张梅也是非常活泼的一个人，就是唱民歌的好手。说孙维世跟他们俩经常唱在一块儿，一唱林彪就高兴了。所以就是他这些东西写的就是很仔细。林彪和张梅的女儿，那孩子一出世没多久他就走了，然后这个孩子就在苏联长了10岁，就一辈子基本上就没怎么见过他爸。而且他是
林彪走了以后，他妈那个张梅就带着他跟那些中国的孩子去的伊万诺夫，是一个纺织工业的一个城，很远，离莫斯科大概有300多英里吧。他们在那块儿，而且渐渐的张梅成为音乐教师。但是李小林他跟那些中国孩子在一块长大的，其实那也是很丰富的故事了。因为所有的红二代当时只要能够智力正常的，基本都送到那去了。中共当时下了大本钱，而且苏联对他们也确实很慷慨。这些红二代孩子都是尽量的培养，一定把他培养成各个专业当中最优秀的。到什么程度？我们讲有个叫李特特，她是就是蔡畅和李富春的女儿。当时红场阅兵的时候，斯大林他们在那，李特特在那表演高低杠，在他们前面走过，就说不管什么专业，各个专业包括体育，他们都要成为最优秀的。但结果呢，这些红二代他们很不争气，都没有很像样的。对，我觉得您的这个小说里面还有一个也是挺有意思的这种特权，是吧？中共高层的特权，他们说自己是代表工农兵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从一开始其实就有特别多的特权。是，就是毛主席他们别的人都一天都是吃的饼了什么什么之类的，毛主席每天有1只鸡吃，还说是为了革命需要。然后他们对下面的人都是实行这种禁欲主义的这样子的一种的规训，然后自己上面就是乱的一塌糊涂，是一杯水的这个。对。而且他们吃饭这个非常严格的，就是吃饭不等按国家级的党的领导的，基本都是4个菜每顿，中层的都是2个菜，这很清楚的，就一开始就是这样啊。而且他每人每天有1斤牛奶，刘少奇啊、林伯渠他们全有。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怎么中共这么有钱呢？资源这么丰富。我们以为他们在延安过得很苦的日子，其实不是，他们确实做的生活非常好。对，所以就是那会儿您还说了，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等级，就是每个人实际上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子吗？现在也是这样。像我当兵的时候，所有的机关的干部，你中午晚上你要吃什么菜，你在黑板上写下来，食堂就给你做出来。那是70年代啊。70年代啊，那个时候还是那样的。当然底下连队不行，因为你连队不能太差，跟那个士兵不能差距太大。但机关，我们是军分区嘛，就是那个机关的那些干部，甚至一个干事、一个参谋都可以。你在黑板上写下来你要吃的菜，食堂就给你做。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就结束上半场。我就觉得真的是他怎么就可以在中共的这个环境中这么活了下来，还活了那么长时间，还能干那么多事儿？但是因为这个原因，最后当然是死掉了，死得很惨，死得很惨。但是还是是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养女这个光环吗？还是他有一些保护？这是一个，他跟苏联他们也有苏联的特殊关系。但是他有些剧都是有苏维埃背景的，说中共他们不敢轻易的做。还有一个问题，他确实有才华，他们要做什么事情，你拍那个伊尔绍夫兄弟那个找不着人，就是选他最好最合适。因为他懂俄语，懂的环境，他又是在艺术上成就有最大，说这个各种因素，但是最后他肯定要灭亡的。就江青不搞死他，也有别人会把他搞死的。因为他和这个政党是完全不对这种艺术这种艺术不能存在的，这种纯粹的艺术不能存在的。对，我真的越看到后面，就是我就说。他真的是相信在共产党里面还可以去追求纯粹的艺术吗？他其实也不纯粹，他也有这个 compromise， 也有让步的。对，他也认为这个艺术这个革命服务，他也这么认为。他们那一代人，像金山都这么认为，那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他也这么认为。这是他们都这个样，他有这个内在的分裂。所以说他是这种人活不下去的，活不下去的是吧？就跟当时的后来很多知识分子也是，对，都是这样的。最后都还是完的。对。哪怕这个新社会是他们当年非常非常向往的，对，是这么回事情。好，谢谢哈金老师，谢谢。还有一个，您推荐一本书吧？我觉得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 Rosamund Barthet 的那个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真是漂亮。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没有，它是英文的，就是英文当中每一页你都看用英语说是 art， 那个 verbal artistry。就语言的艺术，每一页上都表现出来。那我要看一下。确实是真是优秀啊！我知道像李一平他们在那个读那个 Revere 的 translation， 但是 Revere 跟那个没法比，跟那个就是 Barthet 是真好，翻译真好。谢谢哈金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各位，谢谢观众。